问大家一下，你或者身边用折叠屏的人多起来了吗？多的扣1，还不多的可以扣8。这几年在整体手机大盘出货量不断下降的背景之下，这折叠屏可以说是逆势上扬啊。其中的细分数折啊，更是凭借着非常轻巧的体积、重量，还有最重要的更低的价格，快速占领了一定市场。我们集齐了当下5款最新的主流的折叠屏手机，华星、OV 再加 Moto， 全部更新到最新版本，全部进行数据重测。2023年了。数折手机还是美丽的小废物吗？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先叠个甲啊，这5款数折由于发布间隔较大，这个价格也有差异，大家本期弱化对比，着重看一下自己关注的型号即可。配置信息我们一张图打出来，你可以暂停查看。第一大环节 ID 设计，数折手机小巧精致的外观绝对是用户购买折叠屏的核心原因，甚至很多人是没有之一的啊，尤其是女生小伙伴。老规矩啊，这5台手机咱就摆在这儿啊，就看样子，按编号，你最喜欢谁？可以评论弹幕一波，咱们看看谁的编号多啊。我们这3台华为、三星、OPPO 采用的是玻璃背板，华为的淡金色为亮面玻璃啊，拿在手里滑滑的，活力四射啊。三星的蓝海假日是雾面玻璃啊，属于三星版的远山蓝了。这 OPPO 是很细腻的黑色 AG 玻璃啊，沉稳不失高级感。Moto 和 vivo 我们这2台都是素皮的啊，手感都还不错。这蓝厂菱形方格的设计确实挺有奢侈品牌那感觉了。Moto 我们这款红色非常的喜庆扎眼啊，5台之中 OV Moto 都有一个较大的外屏 ，Moto 这都算是外屏全面屏了啊。三星和华为发布较早啊，都是小外屏，明显能够看出来发的越晚，这外屏越大啊，功能上当然也会更加丰富。对于数折的特殊形态，这几台的重量和3维控制都是非常优秀的。最轻的 Moto 有185克，最重的 OPPO 也仅有191克，握在手里都不会有坠手啊、硌手的感觉。对于折叠屏逃不过的折痕问题，我们亮屏放视频，先给大家感受一下啊。经过这几年人们的适应，再加上本身技术的进步啊，大家的接受程度都还可以了。这5台机器我们使用的都不是特别多，每一台使用的时间都加一起，应该也不会超过1个月。放在同一个场景、同一个角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的折痕情况。OV 和 Moto 这3台，我们主观觉得这折痕，尤其是亮屏的时候啊，几乎可以到忽略不计的程度了。当然，你划过这一块的时候，肯定还是有感觉的啊。发布较早的三星和华为相比之下，无论是观感还是触感，都相对更加严重一些。折叠的手感上啊，这个体验其实比较主观。这个 vivo 和 Moto 属于阻尼适中的，打开和闭合都需要用一点点力，悬停从60度到120度都比较稳定，折叠后也是严丝合缝。OPPO 则属于小阻尼，主打一个流畅省力，从40度到120度都可以稳定悬停，同样可以做到完全闭合。这三星像是一个异类啊，这阻尼感较强啊，甚至某些角度你还要再额外加重一下力度才行，但它可以做到任意角度悬停啊，有点像一个屹立不倒的强壮汉子啊，不管折到什么角度啊，都依然坚挺的可以让用户把玩。最重要的是，它是5台里面唯一一个 IPX8 防水机啊。折叠还能防水啊，三星确实厉害，但它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合上之后有一个较大的缝隙，确实不咋美观。华为这台的铰链质感就有一些松垮了，明显和上边这几台拉开了差距。悬停的角度范围也是最小的啊，你需要先在90度固定一下，才能去尝试其他的角度。且只要是悬停角度稍微大一点啊，就会因为不稳定，啪的一下啊，变成一个直板机。对于数折手机来说，这悬停确实不是什么刚需啊。这说实话，你放在那儿悬停自拍，你可能还担心会不会划到手机呢。但这确实很影响一台折叠屏的质感。这不同时期的机器，你也能看到啊，厂商们开始卷的这个铰链也越来越高级，这折痕也越来越浅了。许多人选购折叠屏的原因，也逐渐从一开始的好玩好看是吧，逐渐转变成了实用好用，也就是现在厂商们开始卷的外屏以及它的软件适配。我们先看内屏90度的情况，这5台啊，在这种形态下适配比较好的是三星和 vivo， 常用的软件均进行了适配。比如咱们打开 B 站看个视频，将屏幕一立起来，这下半部分就会变成一个可操控的面板，就像一个掌上小电脑一样啊，在你吃饭刷视频的时候更加方便啊，确实省了一个支架。但你要真的说还有什么特别的实用点，好像也没有了啊。当然拍延时拍照的时候也行，就是你得带个壳子啊。OPPO 没有这种掌机模式啊，软件适配中规中矩，分屏上感觉不如三星和 vivo。比如常用的音乐软件，这个 QQ 音乐它支持，网易云就不支持了。而 Moto 则是凭借这个让人高血压的分屏模式记忆深刻啊，这种通过滑动中间的分屏方式确实有点逆天了啊。遇到这种信息流比较丰富的软件根本滑不过去，希望后续能够尽快 OTA 一下。华为本来我们想着这鸿蒙 3.0 了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结果竖着这个领域可能有点被遗忘的意思啊。适配除了相机之外啊，其他就基本没有了。现在厂商们卷的比较多的这个外屏，华为确实发布比较早啊，搭载的是一个和镜头模组一样大小的外屏，除了拍照之外，还有一些
小卡片，别的就没有了。OV 这边 app 就多一些了啊，但其实总的来说数量也没有那么多。这个常见的，比如说微信啊、小红书啊、抖音 OK。OPPO 对外屏呢还做了一些与内屏的信息推送适配，但我们体验的版本仅限于美团、高德地图、百度地图。vivo 这边微信、小红书都 OK， 可适配的第三方应用都放在了一个魔镜应用的程序里面，类似于软件启动器啊，可以在这小屏幕上使用微博、B 站、抖音。相比之下 Moto 和三星就更强了。这 Moto 我们之前有个单独测评，那就像一个小手机啊，内屏用的基本上外屏也都可以用，而且内外屏的衔接堪称典范啊。比如说你内屏看完一个 B 站的视频，合上屏幕啊，外屏继续无缝观看。但是这一点比较奇怪，摩托这台折叠屏有点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刷抖音是这个视频嘛，然后我们把它折起来，哎，它就变到另一个视频去了。然后比如说这个是这个电视剧啊，我们再打开，它又变了。三星有点意外啊，这个发布早，外屏小，但是真的强。它甚至可以在这块小屏上面打原神啊，虽说没啥用吧，从理论上来说，它这个小外屏可以支持所有的 app， 但需要注意，它只能同时手动添加最多5款 app。而且仔细想一下，这似乎也算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啊，因为没有多少专门界面适配的话，在小屏上你强行打开大屏一用，其实也非常难用，甚至根本没法用。对比使用，除了华为啊，另外4台在外屏上都做了不少文章啊，很多应用都可以在外屏上使用啊，比如说 Moto、三星这种，甚至只用外屏，你都可以当一个小手机来使了。但我们认真体验一番，总的来说啊，除了三星啊，多多少少呢都还有一些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啊。毕竟三星这自己人都做到第4代了，适配各家有好有坏，但是有一个 app 是最基本的，那就是相机啊。毕竟在外屏上自拍的时候用的就不是前置镜头了。影像方面，配置我们还是直接打出来，受限于体积和形态啊，大家的镜头都很小了啊，所以也更加考验厂商们对于镜头的调教能力，也就是软件方面的能力啊。这组小米的 logo 啊，华为的 RYB 出现了祖传偏色问题啊，这组都快红的溢出屏幕了。后面的云层细节，几台手机表现还 OK 啊，但三星会有点曝光偏暗，观感不如其他几台。再看这组金色小人啊，几台均出现了白平衡不准确的问题，华为有一些偏冷 ，OPPO 则是偏暖，观感不佳。相对不错的是三星，vivo 这边则是普通模式偏冷啊，蔡司模式又偏暖啊，区别较大。粉色的小花，华为和 OPPO 的观感不错，其他3台这个花朵比较暗淡，主观不如前面2台。看完粉色啊，再来看这组红色玫瑰，表现最好的反而是平常红色经常容易偏色的华为，不管是观感还是细节其他4部呢均出现了颜色溢出的问题。这组大桥天空，这5台手机的2颗镜头均出现了颜色不一致的情况啊，给人的感觉都不像是一天拍的。这广角是蓝天，这超广角拍出来是阴天。到室内啊，这个小怪兽几台手机表现的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观感相对比较好的是三星和 vivo 啊，不管是锐化还是色彩都不错，而其他3台可以说是完全翻车。Moto 已经把白色怪兽给拍成了黄色了啊，身上的毛更是一塌糊涂。华为和 OPPO 则是整体偏暖，这毛发细节也不够。到夜景环节，我们更没有抱太大期望啊，这个复杂的街景，几台手机的白平衡都多多少少出现了问题。相对来说，华为对于环境的还原相对到位，放大后面的这个灯牌啊，三星出现了过曝 ，OV 相对较好的给压了下来。白平衡问题在这组街灯的样张中就更加明显了。Moto 三星明显偏冷 ，OPPO Moto 再加三星的街灯还都给过曝了啊，而华为则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光晕现象。这组相对观感最好的是 vivo， 下面一组大楼的样张也基本是同样的问题。自拍在我们之前视频中出现的不多，但是本期必须得有，毕竟竖折很多目标用户都是小姐姐。第一组室内啊，主观 OV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vivo 的磨皮相对会更加明显一些 ，OPPO 这边则是显得更加红润。另外3台手机属于是看了想打人系列。室外表现相对较好的是绿厂，恰到好处的背景虚化，红润白皙的面容与其他4台手机拉开了差距。自拍完了再看一下他拍，这小姐姐自己选了绿厂这张。最后这组三星和华为可以说是先 pass 掉了啊 ，Moto 中规中矩 ，OV 对于小姐姐的审美判断确实有2把刷子 ，OPPO 背后的光影细节表现也挺出色。蓝厂这边仔细看的话，有个小问题，就比如说放大之后啊，有一些抠图漏洞。如果只是单纯靠算法的话，这些机器绝对称不上什么优秀，甚至可以说极其不稳定，白平衡不准确，时隐时现，这有点让我感觉像在测几年前的手机，甚至还不是旗舰机。哪怕是主打自拍人像的啊，华为、三星、Moto 拍出来的小姐姐自己看完了都一直摇头。我们最后好奇的还专门数了一下啊，给这一堆手机让小姐姐自拍，她用 vivo 拍的照片啊要多于其他家，果然 OV 更懂女孩子。第4就是性能续航啊，是不是美丽小废物，主要看这里了。配置还是一张图打出来，需要说明的是，这5台手机里面，OPPO、vivo、Moto 均为12GB， 华为和三星发布较早啊，都是8G 版本。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啊，华为使用的是 LPDDR4X 的内存，大家还是着重看自己关注的机器。首先就是游戏啊，其实在这儿我们想了一下啊，绝大多数应该不会用竖折手机重度打游戏吧？这体验也确实不咋好啊，这横着都算着都不太行，再加上他们处理器也都不怎么样，所以我们只测了一下王者，结果就是厂商判断了我们的判断，这5台手机里面有4部都只支持60帧，Moto 是唯一一台到90帧的。
60帧基本大家都可以跑成一条直线，半小时平均下来是59.7帧，仅会有一些轻微的波动。90帧的 Moto 在曲线上面波动会稍微活泼一些但是相对来说也不怎么严重，平均下来89.7帧的成绩也是不错的。续航方面，这次我们真的是花了老鼻子时间了全部最新版本差不多花了有1周的时间全部进行重测因为很多人对于竖折的续航是非常担心的各位兄弟们记得点波赞，特别感谢。这里的数据要特别说明一下，因为厂商的各种适配问题它并不符合我们数据库的统一强制标准。5部手机里面，和平精英、三星和 Moto 都可以支持到极限60帧和 HDR 高清，另外3部仅支持到45帧 HDR 高清。没办法我们就用每部手机他们所支持的最高规格进行了一下测试王者也是如此。所以这里的数据仅供参考，不过你买到手的感受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再往上也拉不起来了。5台手机都在4000毫安时左右。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华为胜于最少仅有41%，并且在录像环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发热问题。随即在接下来的项目中，因为机身过热，就出现了卡顿掉帧和降亮度的情况。以后把亮度拉到最高，也只有120尼特，锁了120尼特的亮度。但随着温度的下降，这卡顿掉帧的现象也消失了，这亮度也自己回来了。vivo 则是胜于最高的59%这三星是47%，OPPO 和 Moto 均为53%，中规中矩。小白测评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华为、三星、OPPO 均没有坚持下来不到5小时就自动关机了。这个 Moto 呢确实顶带着165赫兹的高刷硬生生坚持了5小时01分钟。蓝厂这边更加吓人坚持了6小时37分钟这俩成绩你放在传统直板手机里边都算不错了。充电方面，蓝厂电池最大，但1小时11分钟也就充满了。三星这边虽然我电池小，它是相对最慢的一个，用了2个小时。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监测发现华为和三星的涓流充电都异常的慢靠着1瓦和3瓦的这种小功率充了半个小时以上才完完全全充满。这种前台充满了，显示100%了，却没有真正满的煎熬，实在是快把我们数据库小伙伴等疯了。全方位体验完之后，先回答开头的问题竖折还是美丽的小废物吗？我们主观觉得已经不算了竖折这个形态这2年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适配不错的情况下，日常体验真的已经不输直板手机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做得更好。大家都不到200克的重量和优秀的3维都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外屏功能也越来越丰富，为你使用的时候增加了很多便利看个导航回个消息这个小体积握在手里还是挺爽的。但形态限制的不足也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充电速度还是拍照游戏现在都不太行。如果是女生小伙伴想买一个拍照手机的话，那这竖折手机我劝你还是多想想这妥妥的偏科生。最后主观的购买小建议如果是女生自己买，或者说想买一台手机送给女朋友，我们还是更建议 iPhone 14。娱乐一下如果不在意品牌不在意这些生态的话，如果你重外屏的体验可以选择 Moto 如果是重续航再加拍照就是蓝厂。如果重内外拍照尤其是外屏我一定要有一个竖向的一个体验的话就绿厂了。OK， 本期数据量又是爆炸多如果觉得这期片子对你产生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肯定了。更多任何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关注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